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斗罗大陆的剧情马上就要进入一个小高潮，在接下来几周的剧情中，小舞马上就要向唐三献祭，成为唐三的第6魂环。因为唐三的实力和当初接近封号斗罗的唐昊相比还是太弱了，所以小舞选择了比唐三母亲阿银更加霸道的献祭，不仅是向唐三献祭他的生命，更是献祭自己的灵魂。小舞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唐三成功的吸收他的魂环，而代价则是小舞永世不得超生。虽然唐三最后成功的将小舞复活了回来，但这中间也历经了千辛万苦。大家都知道10万年魂兽死后是必定会产生魂骨的，小舞的献祭让当时仅仅只有60级的唐三不仅拥有了自己的第6魂环，还拥有了他的第4块魂骨。魂骨是魂兽死后掉落的，但除了10万年魂兽必出魂骨，其他魂兽爆出魂骨的几率非常小，而整部小说中唐三就曾拥有过整整8块魂骨。今天兜兜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唐三的8块魂骨。唐三的第1块魂骨是他的外附魂骨八蛛毛。不得不说，唐三身上的主角光环十分牛逼。他在追带走小舞的泰坦巨猿时，遇上了受重伤的人面魔蛛，将人面魔蛛杀掉，吸收成为自己的第3魂环时，却意外爆出了魂骨中最稀有的外附魂骨八蛛毛。同一魂兽的魂环、魂骨作用在同一名魂师身上，产生的效果是最大程度上的增幅。要知道，爆出八蛛毛的唐三当时仅仅只有30级，就拥有了魂师们最渴望的稀有魂骨。大师曾经说过，魂师第3魂环的极限是1760多年，而因为人面魔蛛的稀有，唐三在吸收时并不知道他已经超过了第3魂环的极限，是一只有着2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。唐三吃了一番苦头才吸收了这个魂环，而之后爆出的外附魂骨则是他这次去星斗大森林最大的收获。外附魂骨的珍贵程度几乎可以和顶级魂骨相媲美，在魂师梦想榜上排名第2，仅次于10万年魂环。而且唐三的外附魂骨不仅可以随着他每次魂环进阶而进化，还因为它的稀有，很难让人察觉到这是魂骨。就算唐三在战斗时使用它，更多的人可能也只会以为这是唐三蓝银草的表现形式之一，可以非常好的伪装起来。八蛛毛的作用也非常多，它不仅可以作为武器使用，还完美复制了人面魔蛛的剧毒，并且拥有吞噬能力，还能让唐三在各种地形来去自如。这对于一个时刻准备着要战斗的男主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在唐三成为海神之后，他的八蛛毛更是进化成为了海神8翼，不仅听着牛逼，作用也非常厉害，可以将所有状态强化50%。唐三的第2块魂骨是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，这块魂骨是武魂殿奖励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的冠军队伍的。奖励给冠军队伍的魂骨一共3块，武魂殿当初将这3块魂骨拿出来奖励，是因为比比东想要将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给胡列娜，但魂骨太过珍贵，武魂殿当时还是有其他不同的声音存在的，所以比比东将它作为奖励，想要换一种方式送到胡列娜的手中，但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了史莱克7怪这支队伍。这3块魂骨中的急速前行之追风左腿给了敏攻系的竹青，爆裂魂烧之火焰右臂给了强攻系火属性的胖子。3块魂骨中，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是最珍贵的，是一块6万年魂骨。史莱克7怪中适合这块智慧魂骨的不仅是唐三，还有蓉蓉，但魂骨只有1块。最后在大师的提议下，唐三将自己从10年那里得到的主幻境的智慧头骨给了蓉蓉。在吸收了这块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之后，唐三就像得到了一把为他打开精神世界大门的钥匙，他的精神力和紫极神光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。不到50级的他，此时的精神力已经有了魂斗罗的实力。唐三得到瀚海乾坤罩之后，这块头骨与他相融合，品质甚至比普通的10万年魂骨更好，作用也是非常大的，堪称逃命作弊神器。唐三的第3块魂骨是蓝银皇右腿骨，这块魂骨是他母亲阿银留给唐三的，阿银将他的10万年魂环献给了唐昊，魂骨唐昊却并没有吸收，他原本是打算留作纪念，看到唐三这么出色，便将魂骨给了他。在6大魂骨排名中，右腿骨的排名一直是靠后的，但阿银留给唐三的这块魂骨却非常的与众不同，它带给唐三的感觉，就仿佛这块魂骨是拥有着生命一般，而且这块魂骨十分完整，是一块极品属性的魂骨。吸收这块拥有生命力的魂骨，让唐三的奇经八脉全部贯通。蓝银皇右腿骨中心的能量，更是让唐三体内的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这2大仙草的效力得到了完美的粘合。
蓝银皇右腿骨给唐三带来了2个非常厉害的技能，一个叫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从名字就可以猜到他的技能和自我修复有关，这个技能哪怕是断肢也可以自行生长出来。在唐三复活小舞取出小舞的魂骨之时，便是用这个技能修复了自己的右臂。还有一个技能是飞翔，而且是只需消耗极少魂力的就可以使用。可以说来自母亲阿银的魂骨技能让唐三各方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。唐三的第4块魂骨便是来自小舞献祭后的柔骨兔右臂骨。小舞的本体是10万年魂兽柔骨兔，在魂兽修炼到10万年之时可以选择变成人，但小舞还属于幼生期，连成熟期都没有进入。在被武魂殿狩猎，唐三为了救他濒死之际，小舞选择了向唐三献祭。唐三获得了小舞的魂环和魂骨，而这块魂骨为唐三带来的技能是瞬移和无敌金身，这2个技能都很厉害，但因为是小舞献祭所获得的，所以最初唐三获得第6魂环和魂骨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使用这些技能。后面唐三复活小舞之后，便将魂环和魂骨还给了他，这个技能也只是在唐三身上停留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便消失了。唐三的第5块魂骨是来自邪魔虎鲸的左腿骨，这块魂骨是唐三完成海神第4考时需要斩杀的10万年邪魔虎鲸王的魂骨。在大海的海魂兽中，魔魂大白鲨、深海魔鲸以及邪魔虎鲸都属于海洋中食物链最顶级的存在。邪魔虎鲸是一种极为嗜杀的群居魂兽，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是一群十分邪恶的海魂兽。唐三在斩杀了邪魔虎鲸王之后，获得了他的第8魂环和第5块魂骨。邪魔虎鲸的战斗力在魔魂大白鲨之上，而这块魂骨为唐三带来的一个单体攻击技能虎鲸邪魔斧，以及一个群体攻击技能虎鲸碎牙斩。唐三的第6、第7块魂骨是同时获得的，分别是从天青牛蟒、大明和泰坦巨猿2名身上得到的。大明和2名被比比东以及他带领的武魂殿众人重伤，如果不是唐三及时赶到，两兽很有可能会成为比比东的魂环。在唐三救了他们之后，他们因为不放心小舞，想要唐三在他们临死之前复活小舞，但复活小舞的条件必须要唐三达到封号斗罗的实力，而当时的唐三魂力只有85级。为了唐三早日复活小舞，也为了以后能继续守护小舞，大明和2名选择了向唐三献祭。5级的魂力差距在2个10万年魂兽献祭之后立刻补上。唐三也兑现了他的承诺，在状态恢复后第一时间复活了小舞。大明在献祭后成为了唐三蓝银皇的第9魂环，为唐三带来了天青牛蟒右臂骨，补上了为了复活小舞砍掉的柔骨兔右臂骨。虽然同为10万年魂兽，但天青牛蟒的实力是在小舞之上的，它所带来的魂骨品质也在柔骨兔右臂骨之上。天青牛蟒右臂骨为唐三带来的技能，一个是天青迟钝神爪，这个技能物理防御无效，一旦命中，被抓住的人六感以及身体行动能力将全部迟钝10倍。另一个技能是天青寂灭雷霆，这是一个十分强悍的单体攻击魂技。2名则成为了唐三昊天锤的第1个魂环。昊天锤本就是强攻系武魂，泰坦巨猿作为森林之王，更是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速度，攻击防御几乎没有任何缺陷。他留给唐三的是泰坦巨猿左臂骨。10万年魂兽的献祭虽然会令他们的灵魂也注入到魂骨和魂环之中，但同样的，献祭的10万年魂兽也可以决定自身能量，形成魂骨的样子。2名为唐三带来的技能，一个是泰坦苍穹破，另一个则是重力泥沼。重力泥沼是由泰坦巨猿的重力控制领域转化而来的。虽然唐三不能像2名那样控制巨大的范围，但是在技能使用范围所产生的重力效果却要比当初2名的领域还要强悍。唐三的最后1块魂骨是躯干骨，这块魂骨来自100万年魂兽深海魔鲸王。深海魔鲸王的实力十分强大，可以说海神离开斗罗大陆之后，他就是大海中最厉害的存在。身为100万年魂兽的他，距离成神仅1线之差。唐三能打败他，获得他的魂环和魂骨，很大原因是他有海神的帮助和主角光环。在魂骨的排名中，躯干魂骨也是十分珍贵的。而因为深海魔鲸王是100万年的魂兽，他的身体强度已经跨入了神级，可以说唐三这最后1块魂骨是真真正正的神级魂骨。不过关于这1块魂骨给唐三带来的技能，在小说中并没有说明，所以大家只要知道这块魂骨很牛逼就行了。毕竟深海魔鲸王很可能是整座大陆活得最久最厉害的魂兽了。唐三的8块魂骨都讲完了，我个人觉得最厉害的应该是他最早得到的八蛛矛。最开始的八蛛矛只是比较稀有的魂骨，但在八蛛矛不断进化之后，我觉得它是所有魂骨中最重要的。武魂之间有武魂融合技，魂骨之间也是有魂骨融合技的。魂骨融合技是自身魂骨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附加技能，这种技能对魂师自身的增幅绝不次于2名魂师联手使用的武魂融合技。但魂骨融合技的产
生却是十分苛刻的。想要出现这种技能，首先就要集齐全部6块魂骨，才可能会有1/1000的可能性出现魂骨融合技，而且这6块魂骨都必须是一种魂兽出产的才行。武魂殿就有一套完整传承下来的魂骨，而唐三因为他的八蛛矛，在他获得了第4块小舞献祭的魂骨，身上便出现了魂骨融合技的前兆，但因为他身上的魂骨并不完整，所以当时只是短暂的出现碍了他一下。随着唐三的实力增长以及魂骨数量的增加，虽然所有魂骨都并不是同一种魂兽产出的，但因为八蛛矛的存在以及海神之光，最终8块魂骨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。可以说八蛛矛对唐三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。唐三不光是主角光环，更是整本书的气运之子。好啦，关于唐三的8块魂骨，兜兜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兜兜，也很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。下一期兜兜想讲一讲唐三即将成立的唐门和唐门背后的能人，比如说力之一族啊、破之一族啊、玉之一族、敏之一族，以及为了暗器将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的楼高前辈。好啦，我们下一期唐门再见，拜拜。